想象一下，你打開天氣 App， 看到接下來7天的氣溫曲線預測的相當準。最近幾年，這些預測背後不只是傳統氣象模型，還加入了 AI 天氣模型，像 Graphcast、Pangu Weather、Fuxi。它們速度更快，在大量常規基準上，甚至已經超過了歐洲中期天氣預報中心的高分辨率物理數值模式，也就是 HRES。AI 天氣模型平時已經像尖子生，但這裡說的是常規預報基準，不是所有高風險場景。一篇 Science Advances 的新論文把題目換成了破紀錄熱、破紀錄冷、破紀錄強風。注意，這裡不是所有災害，也不是降水，而是論文按本地網格、按月份特別定義的破紀錄事件。結果出乎不少人意料，在這道題上，物理模型 HRES 仍然更穩。當然，這個結論限於論文測試的那幾個 AI 模型，2018和2020年，以及熱、冷、風這3類變量。如果考題變了，那論文到底是怎麼定義破紀錄的？先別急着想破紀錄具體長什麼樣，要看清這個翻轉，最簡單的方式是把它想成2張成績單。第一張是所有天氣事件的平均成績，在這張卷子上，幾個主流 AI 天氣模型在2米氣溫、10米風速這類常規預報上，多數能跟 HRES 打平，甚至贏。這就是過去幾年 AI 天氣模型被誇獎的場景。但論文把成績單換成了第2張，只看破紀錄熱、冷、風。在這張卷子上，幾乎所有 lead time， 也就是預測提前的時間長度， HRES 都跑在前面。平時更準的不一定就是危急時刻更準。一個模型可以在很多平凡天氣裡做得非常好，但只要它面對的是一個從沒見過的極端，就會露出短板。那這張極端天氣成績單，論文又是怎麼搭出來的？論文先把1979到2017年的 ARIA5 全球再分析資料當作參照，對地球上每一個 0.25 度的網格點，按每個月分別找出歷史上的最高氣溫、最低氣溫以及最大風速。這些值就是論文所說的歷史門檻，也就是本地、本月的歷史天花板。接着進入測試年，研究者在看2018和2020年的氣溫、風速資料，把所有超過這個本地、本月歷史最高值的點標記為破紀錄事件。光是2021年，研究團隊就在 ARIA5 資料裡找出162751個破紀錄高溫點、32991個破紀錄低溫點，以及53345個破紀錄大風點。要注意，這些是網格、月份和變量加總起來的技術，不是現實裡16萬次熱浪。一場真實的熱浪事件，往往會在相鄰的網格中同時被記入，這是論文自己提醒過的。有了這個考場，下一個問題就立起來了：這些 AI 模型到底是強度不夠，還是根本沒把破紀錄事件報出來？先看強度。研究者把 AI 預測的氣溫、風速跟 ARIA5 真實值對比，計算誤差。所有事件平均看下來，誤差都不算大。但如果只挑那些破紀錄幅度特別大的點，也就是越過歷史天花板越多的點， AI 模型的誤差就明顯被拉開了。更關鍵的是方向。AI 對破紀錄高溫的預測往往比實際值偏低，對破紀錄低溫又偏高。換句話說，模型像是給自己的預測加了一個隱形的軟上限，把極端值往熟悉的範圍裡拉。論文用了 soft cap 這個詞，但要小心，這是研究者對表現的描述，不是說模型內部真的觀察到一道閘門。相比之下， HRES 在破紀錄高溫、低溫和強風上平均偏差都小很多，特別是低溫和強風幾乎沒有同樣的拉回傾向。當然，論文也提到AI 模型偶爾可以預測出訓練之外的極端事件，例如2024年杜拜的破紀錄降雨 ，Graphcast 就抓到了，但前提是那場事件跟過去見過的某些天氣動力學足夠相似。所以，強度低估的故事是一個結構性的趨勢，不是 AI 永遠預測不出任何新極端。可預警光看強度也不夠，那它有沒有把這些破紀錄事件報出来？答案是，它們經常漏報。論文把有沒有破紀錄當成一個2元預警問題。
在 ARL5 真實出現了破紀錄事件的網格，月份上，研究者去看 AI 模型有沒有發出對應的預測。結果，幾個 AI 模型不只是在強度上偏低，連預測中破紀錄出現的總次數也明顯少於實際。本來該亮起的預警燈少亮了不少。對應到危險預警系統的語言，這就是 True Positives 偏低 ，False Negatives 偏高，整體 Recall 也就是漏報率的另一面也跟着被拖下來。論文還畫了 Precision Recall 曲線，這條曲線在預警裡的意思是，你能在多大程度上把漏報壓下來，又不讓誤報跟着膨脹。在這條曲線上 ，HRES 在熱、冷、風三類事件上都明顯比 GraphCast、PangoWeather、Fuxi 更好。當然，這仍然只是論文定義的 benchmark， 不能說 AI 一定漏報每一場真實災害。那麼，為什麼這幾個明明來自不同公司的 AI 模型會在題庫外一起犯類似的錯誤？論文給出的解釋跟兩種建模哲學有關。當下這幾個主流 AI 天氣模型，本質上是在大量歷史資料裡學模式。論文用的破紀錄門檻是按1979到2017年的 ARL5 來定義的。被測 AI 的訓練資料也大致落在這段歷史範圍裡，不同版本的截止年份還會略有差異。對這幾類模型來說，去預測一個從沒出現在訓練範圍裡的破紀錄事件，相當於走出了他們熟悉的歷史。在機器學習裡，這叫外推，意思是遇到學習範圍外的新情況，還要硬給出預測。外推本來就是神經網絡的弱項，論文作者也是這麼推斷的。AI 模型在訓練分布之內表現很好，因為那相當於見過，可一旦越過邊界，他們就傾向把預測拉回熟悉的範圍，於是表現出剛才講的軟上限以及漏報。HRES 走的是另一條路，它依賴描述大氣演化的物理方程，靠着能量、動量、質量的守恆率一步一步推進。它不是靠記住歷史樣本來外推，只要邊界條件合理，方程就能繼續推。所以，對訓練之外的破紀錄事件，物理約束會幫它更穩，但這不代表 HRES 不會出錯。論文也只是說它在這個 benchmark 上偏差更小。要強調的是，這個解釋是作者對表現差異提出的合理推斷，不是直接證明。AI 不懂物理，並不等於 AI 永遠無法處理新的極端事件。但如果 AI 進步這麼快，這個結論會不會很快過期？論文沒有把這個故事寫成 AI 的判決書。作者在討論裡同時給出了幾條改進方向。第一條是用更多氣候模擬，去人工制造原本訓練資料裡沒有的極端樣本，讓 AI 模型補學那些罕見場景。第二條是讓神經網絡明確學物理約束，例如把守恆率或大氣方程嵌進網絡結構，也就是這幾年常聽到的混合模型，或者把物理規律寫進神經網絡本身的做法。論文的態度比較克制，他沒有說這些方向已經解決了破紀錄極端事件的可靠性問題，只是說有理由繼續嘗試。在這之前，研究者建議的是兩條腿走路，繼續資助運行物理數值模式，同時讓 AI 天氣模型在這類高風險預警上接受更嚴格的驗證。所以，這不是讓我們放棄 AI，而是提醒一件事，在像災害預警這樣的場合 ，AI 不能單獨上崗。那對普通人來說，這篇論文最後改變了什麼判斷？它改變的其實是一個關於準的習慣。很長一段時間，我們在比較 AI 和傳統天氣模型時，比的是平均誤差、平均分。在那個維度上 ，AI 的進步是真實的。但這篇論文提醒我們，平均分高，並不代表在最危險的少數時刻也夠可靠。說得更具體一點，在論文定義的2018和2020破紀錄熱、冷、風 benchmark 上，幾個目前主流的 AI 天氣模型 GraphCast、PangoWeather、Fuxi 以及它們的 operational 版本對強度和發生次數都比 HRES 弱。這個結論限定在這幾類變量、這2個年份、這幾個被測模型。它沒有評估降水、海洋、南極，也沒有評估所有未來的 AI 系統。但對災害預警系統的設計者來說，這個信息已經夠重要。下一次再有人說某個 AI 天氣模型已經超越傳統，記得問一句，在他沒見過的那一類極端事件上，他表現如何？
這正是公共安全最需要被測試的那一格。